如果有灵体的话，那个会闪红灯是吗？灯就是他们在你旁边了。哇，里面的游戏的问题其实是蛮低级的啦。想要我们离开这里吗？感觉是，还要我们离开。第二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？我们的艺人、素人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，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、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。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，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信不信由你。周公讲鬼哪里有鬼？来到了第二系列呢，这次呢，我们来玩一点大的，因为呢，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，而来到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的嘉宾呢，当然是与众不同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请到的这位师傅非常的大牌，他呢是全马最帅的鸡童，我们就去接他喽。君师傅，快上来！你好，可以。哎呦，好开心看到你哦！是啊，再次见面了。来，这个给你抱抱。哎呦，很有安全感哎。我们来到马来西亚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我想到的人就是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校园的鬼故事。我发现呢，学校好像特别容易，就是聚集这些灵体，是为什么呢？通常我们在开发学校前的话，它一定是一个森林嘛。然后在于像我们讲在马来西亚那时候有一个2、3时期的时候，这些森林里面，他们的日军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他想杀就杀，所以很多尸体就直接会在这个森林就这样子腐化在那边了。而有一些森林可能它是有这个坟墓场等等的都有可能，所以当这个土地一推发的时候，然后就让那边的地自然而然就会比较阴气比较重。当你一做了一个建筑物，就仿佛为他们建了一间家，自然而然他们就比较容易藏匿在里面。哦，现在呢，我们先来接我们今天的2位马来西亚的特别嘉宾。Hello， 你们好。你好 Zomi， 对，文杰，对 ，Hello， 来，欢迎。Zomi 呢是马来西亚的网红哦，他平时呢是以福建话呢帮人民呛声，所以呢你在路上遇到你的粉丝的话，他们应该都会很开心吧？可以这样讲。当我把我的眼镜摘下来过后，很少人认到我。哦，因为你一般上都是戴上眼镜。对，就是有一个墨镜这样的，是为了另一个人格这样的东西啦。而在这个师傅旁边的这位呢，是我们周公讲鬼的粉丝，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节目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听故事了。我们先从 Zomi 的开始。今天的主题是学校嘛，可是我不是在学校里面发生，是在学校外面。哦，就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发生的。对，我们学校经常会举办一个1日游，老师就带我们去了museum。博物馆，对，博物馆听起来就是有故事哦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博物馆呢，其实是一个日本军营改造而成的博物馆。哇，对，以前真的是有那牢房、是拷问室，那些砍头、福利、砍头都在那里，它里面还摆放了那些假人，真的很恐怖，那个场景真的是很恐怖的。我其实是很怕的，可是因为调皮嘛，
朋友又有在壮胆了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一直开玩笑啊，嘻嘻哈哈，然后可能会讲到一点粗话之类的。哦，我们就一起坐巴士回去了，全部同学就已经开始自己各回各的家，反而我呢就是在等我的二姑来学校载我。哦，我就走到外面的一个巴士站等她，等，我等了很久，等到整个天都黑了，都还没有人来载我，我还没有看到一辆熟悉的车，我没有看到我家人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一辆很熟悉的车出现，可是它不是我的二姑，它是我的大姑的车。你大姑来接你啊，然后我就上车了，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我大姑就先骂我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全部人都在找你。我就讲我没有哪里都没有去啊，我就一直的在那个 bus stop 等你们来接我。很奇怪，到底我明明是穿着比较亮色的衣服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得到我？我姑姑来载我的时候呢，她有跟我讲了一句话：你这么我要从那个草丛跑出来？我奇怪，我讲 bus stop 后面的确是有一个草丛，可是那草丛后面是一条河来的，我根本不可能从那边跑出来。然后他就有讲呢，其实我二姑是有去那边载我，就有去那边转，他的车就有去那边绕啦，然后是看不到我。然后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我被那种东西遮了？可能我去了刚才那一个博物馆，做了什么东西，还是讲了什么话，把那个东西带了回来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想问师父啊，是那个灵体遮住了他的二姑的眼睛，还是灵体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？把他整个人遮着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对，因为他是去了这个博物馆，所以他是得罪那边灵体，所以灵体是针对他，不是遮他的家人。哦，是。所以包括可能他们说他看到他从草丛跑出来的这一幕，也是因为是灵体呈现出来的他，不是真正的他，他还是坐在原位的。我的大姑平时她是一个比较爱去拜神的人，她经常呢，她的车都是放那种都会播佛经的，可能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她才看得到我。当他一靠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磁场自然而然就会被净化到一些，就会见到真正的他，而不是见到鬼。是，有点就是感觉是有点被破坏了。对，破掉了那一个底线。文杰，你的故事呢，应该就也是跟校园有关系的吧 ？OK， 这个故事发生的话，它是发生在去学校那条路上。有一个时候我去找我的学长去外面吃饭嘛，市区离学校是有距离的，是要经过一条比较偏僻的路的。那一天晚上就吃的可能比较晚，然后我们就也没有什么车了，然后我们就想要就回宿舍咯。他骑着摩托的载我的时候，才刚走出去不远，他就突然间对着后面的我就问我，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啊，我说什么？我没有说话。然后他就讲，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声音，可是我感觉是你在讲话，可是那个声音又不是你的声音。回到宿舍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听到那个声音过后，我就觉得毛毛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学校这条路是很多故事的？然后他就说，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。几年前呢，他有一个女朋友嘛，也是一样，晚上的时候要载他的女朋友回那个宿舍，就是我们学校宿舍。那个时候也是很晚啊，路上也是没有什么车嘛，然后就骑很快，然后他的那个女朋友呢就在后面，突然间就抱着他，就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以再骑快一点嘛，就有一点紧张这样。他就隐约知道他女朋友可能是有看到东西，然后他说，你是不是有看到东西？他女朋友说，是，但是我不要跟你讲，然后你骑快一点就是了。过后他们就平安的回到了那个学校的宿舍。回到过后，他就问他，你刚才到底是有看到什么东西？他女朋友就说，刚才后面其实有一个女鬼在追我们，而且她很快，她没有下半身了，她只有上半身。然后她是用2只手这样匍匐前进，很快就是来追你。所以这个就很恐怖。那师傅，你有没有跟校园有关的故事？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以前读小学的故事。好啊。对，有一次的时候，我学校的小学在新山某一个小镇的一个地方。
OK，那边附近其实也算是一个蛮久，有100多年的历史一个小镇。然后他们有说那个地方以前是日据时代的一个集中营。然后我们就听了，我就没去理这么多。就到有一次的时候，晚上我们就有刚好是做了这个生活营。生活营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就安排我们睡觉是睡在楼上的客室的地方，直接打地铺。第一天我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感觉。直到第2天的时候，我睡到一半，我突然间听到有那个操步的脚步声，这种声音就是很明显，就是在那个窗外那边传进来，然后就听到很多肌肉这种声音，很明显。那时候我就睡到一半，我就想，这个是 radio 吗？好像那个什么因为科室有那个广播嘛，好像是广播坏掉。后来我就邀我朋友起来，我朋友就没有反应，就睡得很熟，但是那个声音就越来越明显，就很大声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只好一个人爬起来，我就在那边走课室，我在找那个声音哪里来，结果听到是从窗外来。我一走过去窗外那边，我一往下看，我就看到他们在操兵。就是我看到他们确实不是很明显他们的样子，但是看到他们整个的体型就是那种日军那种的肉，而且是一群人吗？对，一群人在那边操练，所以这个是我亲身体验的啦。我的天哪！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所在地呢，其实呢是一间被废弃多时的学校。我相信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到这间学校啊，大家应该可以马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呢是很不一样的。哇，你看，来到马来西亚呢，我的这个探灵总部还是有的，只是整个造型跟新加坡的有点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会在这个探灵总部这里呢监督，还有给你们一些任务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的 Andrew 师傅呢已经在里头拍了一些重要的照片。对。隔壁完美，蛮有 feel 的。然后这个照片呢，我就先给孙炳吧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孙炳，你先拿着啊。这个呢是你们等一下要做的任务。今天我为你们2位准备了这个叫寻龙尺，然后这个寻龙尺它非常的特别之处，假如说家里可能有些东西不见，我们也可以用寻龙尺寻找。就是要问他，对，你要问他东西，他就会带你去的。所以你们拿着它很简单，给它保持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。好，然后你们就一直走，它自己会慢慢的，你看它会慢慢的带去一些地方的。所以它带去这个地方，你们就往这个地方走。好，假如你们去到一些地方，突然间它这样子。就代表4个字，逃之夭夭，对不对？好，任务交给你们。是，所以如果它转得很夸张的时候，记得不要特别的怕，要稳定下来。那如果一切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好。第一张照片。带我们去第一张照片的地方是一个娃娃，这边有吗？这边比较暗哦。我们靠近了没有呢？这一个就有点像这个墙角啊，还是在厕所？走，去看了，去看。哦，看到了，有吗？找到一个，找到一个了，耶 ！Batman。女厕所，女孩子是属阴，男人是属阳，所以在女厕所都会，所以刚才有 Batman 飞出来，因为 Batman 也是属于他会选在阴气最重的地方休息，所以你们看见山洞啊，比较潮湿的山洞都是比较阴的，所以他们会特别喜欢。这个其实是一个温度计来的温度计，你们照着那个地方，突然间你觉得温度下降。那是不太可能，就代表那里其实有灵体。这里没有感觉吗？有，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点比较毛站起来的感觉，对，感觉有一点压迫感哦。对，这个房间里面是有的。
对对对而且你可以靠近那个窗口那边先，我们再走过去。还要叫我过去靠近窗口。我们在那边感受吗？对，我们这边看。那个压迫感是更强的，好吧？有更强吗？对。有看到阿杰的整个身体很紧绷吗？再靠近窗口，你感觉会更强，因为他们在外面。 OK， 可以走了。OK。然后现在我们所以这里还有吗？不如你们考虑上2楼好不好？好，这算2楼了吗？小心小心，这里就可以开始找。有没有感觉这边好像又有一个很强的压迫感？我倒是有了。有吗？你们是进去有感觉，所以不敢往深处走吗？有感觉。就他可能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可是我感觉我好像不够高。还是不要了，我还是给它放到上面来。踩那个上去，踩那个上去。我帮你看一下。找到了第2个宝物。周公，这个有什么用途吗？这个呢是你们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个道具，所以你要把它收好。好，很可爱。好。我有一个小要求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分开走，比较容易找到你们要找的东西。分开走你。们就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有师傅陪你们。石头剪刀布。喂。阳气重的，但是样子看起来很僵硬的阿杰，他要独自一人了哈。这个是在这一层楼的，刚刚我给你的 tips，这个是在这一层楼。对，这个就有在账面都有。哦，好，所以你要在这层这样找。寻龙者，你带我去找下一个宝物吧。有一点像，还有看到了。因为这里它的树很多，所以等下他们进来这里就很有 feel 的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就问看，这空间里面是否没有灵体？现在这房间里面有没有灵体？如果有的话，给我一个圣杯。没有。没有。 OK， 好，继续拿着它。好，等下我们还会去到一些空间里面，你可以跟他沟通。感觉到3楼过后就那个气氛又有点不一样。你看这边有什么？有水。对，通常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有一些水的地方，他们会比较容易聚阴气。你有感觉吗？有，就感觉有一种毛毛的感觉。我发现了这个叶子和这个照片是有一点像的，所以应该在那附近了。就那宝物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周公，我找到了这个探灵器吗？这个准备，你没有 on 它，你要按下去。周公。如果有灵体的话，那个会闪红灯是吗？那就是他们在你旁边了。喂，这个地方很多树叶嘞。其实现在阿杰要去的这个地方呢，是真的很恐怖的，因为曾经呢，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探灵专家来到这里啊，他们捕捉到了一些很珍贵的镜头。高个多。这个吗？找到了。周公，帮我跟他们说，我找到了。恭喜恭喜恭喜！道具也放在这个地方，可能也有一点特别吧。这个房间可能也有一点特别吧。像现在我们去把他们叫上来。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们呢找一个空地，然后呢打开那张麻将纸，在上面画9宫格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哇哦！不晓得师傅有没有跟你们说，你们现在的所在地是挺猛的。有，刚才师傅有讲到。
5号。啊，可以。5号。这样你要问那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太难问了吧？哟，来，我帮你拿着。请问这里的灵体，你们是在这里去世的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请顺时针旋转。他不要回答吗？他不要回答你。请问这里的灵体，你们有没有小过20岁？有的话，请顺时针旋转。所以是等下，没有回答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其实是因为阿杰他的这个阳气很重，我们可以让小明来试试问这个问题。好。请问这里的灵体，你们有多过20岁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顺时转。有。转很快。有。果然，马上知道答案了。好，我们明白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他们的回答。我们下一题。刚刚你没有听到啪一声吗？在后面有发出一个声音，在这边有发出啪的一声，而且是外面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，它突然发出一个声音。请问你们想要我们离开这里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请顺时。感觉是，还要我们离开。还是我们试看问看这边的灵体，可不可以让我们连成多一条直线了之后，才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？好啊，可以。这样子不可以让我们玩完这个游戏，连成一条直线后再离开？可以的话，给我一个圣杯。什么？笑杯？笑杯。笑杯是。再来。笑杯。这样还想再问看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好，所以就不要玩了嘛。那个问题给我看一下。我看我们还是离开吧。可以。因为你一直在问的时候，我在这边一直觉得很毛。圣杯咯。对，这个圣杯我刚刚是问他问题，把这个纸画在这边，把所有的磁场能量留在这边了之后，我们就走，可以吗？还能可以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地方，是属于他们聚集的空间，但是我们来到这边一开这个游戏，就等于是邀请他们一起来玩。然后里面的游戏的问题又有一些问到，就是他们是否是有在这里离开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蛮逼急的啦，是要把这个游戏问的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全部给它画在这边了之后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大事情了的。好的，谢谢师傅。来，你们先到车上来。好。师傅，你太强了。没啦。讲一下你们的感受好不好？Zombie。有一些房间进去的时候会 feel 到好像一阵冷那样，就是起鸡皮疙瘩。对。不要说你们哦，我离你们一段距离，我在这里我都起鸡皮疙瘩。有一些房间不会，有一些会。尤其是哪一个？很多那个蔓藤的吗？很多蔓藤那一边，越走越深进去的时候，就觉得越来越压迫感。干嘛？你还好吗？来，你讲一下你的感受。其实我是先上去那个3楼的蔓藤的房间。对，因为它是很多层的门一直在进去的，所以就越深入的地方就越感觉很不舒服咯。就是压迫感。其实师傅，你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给你最强烈的所谓的鬼感？我在里面我是感受到有2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在他们演讲的那个台那边，就是有一个地方它是有这个水，因为通常有聚水的地方，然后有那个污浊的气味，他们特别喜欢聚在那边。第二就是刚刚的我们玩游戏那个房间，因为在那个房间藤蔓，只要藤蔓缠的地方，一定会有阴气在那边。而且你看那个藤蔓，它很特别的是，它就会从少
到那边是聚集，所以就证明他们的那个鬼魂是去到那最后一间。而且你们看酒店是不是最后一间都不能够住人？因为阴气是聚在最后一个角落，那个地方是我玩游戏那个地方。哦，好，还有刚才玩游戏的时候，刚好是9宫格，9宫格在我们的童年是一个好玩的游戏，然后它一直不要让我们完成一条直线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讲在他们灵体的世界里面，他们的以前的生活已经很多的遗憾了。然后当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，他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可以完成，他们完成不了。所以我们要跟他保持在一个平行。哇哦，其实他是在帮我们。是，当我们问他是否要我们马上离开，他其实在里面，他是叫我们顺时钟，叫我们快快走。但是我们就问他，那你要不要让我们完成这个游戏，连成一条直线？他就是给你笑杯，而且是很多次。但是我的直觉是啊，那个笑杯，他们其实是很开心我们今天来这里的，因为他们这里我们讲已经欠缺一些人气的地方。当有外人，想想一个家有外人宾客来到，他们就会保持一个很活、很开心这样子。但是我们讲，为什么又叫我们快快的离开？就是因为他很开心我们来，但是又希望我们快点离开，不要完成这个游戏这样子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，真的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，所以我觉得。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吧？是完美的结局。那下一集肯定会更精彩，也应该会是完美的结局吧？我不敢说。我们下期再见。